I found a love for me. Darling, just dive right in. 新娘已到，有请新郎上台。I found a girl. 有请新郎上台。新郎还不出来，看来外界传的没错，诸位高价韩家，韩家大少爷是被家里逼的，今天呐，8成是逃婚了。天哪，你还不给新娘面子？嫁到韩家，妈妈的添加医药费才有着落，爸才能睡个好觉。你看那边，那不是韩大少爷的妈妈林夫人吗？她也不管这媳妇的死活呀。韩晨晨，都跟你说了今天婚礼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把薇薇一个人扔台上，把薇薇一个人扔台上。妈，我都25了，能不能不要叫我晨晨了？算了，随便你吧，反正我要去国外谈项目，年底给您回不了，这婚啊，谁爱结谁。薇薇，走，咱不结这婚了。韩家太羞辱人了。爸，我没事的，妈的病还得靠韩家。爸是心疼你呀。亲家公，薇薇，对不起啊，这件事啊，都怪晨晨那臭小子。你们放心，整个荆州没有我林月清办不到的事。我已经帮你们领好证了，委屈你了，好孩子。别担心，只要我在，你永远都是我韩家的儿媳妇儿。杜总，10点整有一场拍卖，我们要是拿下了，西威集团跻身商社前3可就稳了。好，不过此次我们有一个劲敌，那就是目光集团总裁韩彻，此人来头不小。韩彻有点耳熟，没事儿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。你先上去吧。好。方氏集团唯一继承人方天庆。方天耀特送上价值88万的蓝钻项链1条，不知祝总能否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？装模作样。祝总您好，我是嘉宇集团总裁司嘉宇。今晚我在空中花园高级餐厅订了包间，将与您共进晚餐，小酌一杯。2位，我已经结婚了，请你们保持分寸。祝总，可是我听说过你和你老公这么多年就没见过面，他根本啊没把你放在心上。就是这样的渣男，你还留着他干嘛？你要不考虑考虑我？哎，你看，朱薇小姐，我喜欢你。朱薇，女神，朱薇小姐，嫁给我吧。韩总，送给夫人的花，这一束您看可以吗？韩总，好久没见你这样笑过了，你也盼着和夫人见面吧？我盼她干什么？妈既然交代了，我不得把戏做完。不过我倒是真的挺好奇，我这位3年来能把整个韩家哄得服服帖帖的妻子，到底有什么魔力？那等拍卖会结束就能揭晓了。人呢？那边，在那边。好啊，你还真是好手段，提前追到这儿来蹲点。我？是啊，不过看着有点面生，你是第一次给我送花吧？粉玫瑰，真土。这位小姐，你别自作多情了，我这花是送给我夫人的。你都有老婆了还来追求我，你有没有点道德啊？渣男！你。韩总，他骂你啊！这粉玫瑰，老土吗？啊？
你怎么也来了？我代表木工集团。怎么？这拍卖会不是你一个人开的吧？目光集团，那不是我老公的集团吗？难道他……另外，重申一下，本人已有妻室，那花不是送给你的。那就好，我也有家室。你这丝巾就不老土了。这叫穿搭，什么直男审美？你这样的男人也能有老婆？最后竞拍的就是我们这块黄惠滨江地皮了，价值500万，起拍。500万1000万，3000万，1个亿。目光集团的韩总给出1个亿竞拍价，1个亿1次，1个亿2次，1个亿3， 2个亿，2个亿。祝总，您如此看好这块地吗？这可是有工程烈士的。是的，我看好。倒真是有点意思。 2亿成交。韩总，这好像还是您第一次出了项目呀？他几次3番挑衅呀？您对这个祝总的容忍度挺高啊。走，回家看看妈妈和爷爷。是。这个换成蓝玫瑰。是。 微微，来看看爷爷吧。微微啊，晨晨今天也回国了呢。我老公回来了。都怪晨晨去国外谈项目，一谈就是3年，都没顾得上看你。今天他回来了，你们好好聊聊。是啊，只有你们晚辈啊幸福，我才能够安心。我知道啦，爷爷。我这做爷爷的，要是能够再抱抱纯孙，那就更好喽。喂，祝总，黄惠滨江地皮还需要跟进后续，您得亲自过来签工程合同。刚刚不是都签完一轮了吗？项目投资大，风险也就大，祝总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到。这么突然吗？妈，你放心，明天爷爷的寿宴我一定到。好嘞，我先走了。好。韩总。好。对了，我在国外出车祸整容的事儿，千万别跟我家里人说，免得他们担心。是，我一定守口如瓶。就当是完成任务，见一面吧。喂，你可一定要记得吃晚饭，可别饿肚子啊！放心吧，爷爷。妈，我回来了。晨晨，哎呦，你个臭小子，我差点都认不出你来了。妈，我在国外做了医美，这不是为了和你儿媳妇更般配吗？怎么样，爷爷，是不是更帅了？哦，你小子是想当男明星吗？你别不是在国外搞外遇了吧？韩彻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做对不起微微的事儿，我打断你的腿！怎么可能啊，妈？他人呢？他刚走，赶紧给他打个电话，还来得及。妈，我私人手机在车上，这是工作手机，没他号码。我来给他打。
喂，你好，我是韩。喂，我是韩。喂。喏，你看。还不是怪你来的太迟，结婚当天不来，一出国就是3年。你看看你这些年亏欠了人家多少。妈，我本来就没有答应你这件婚事，在电话里我也答应你了，要试一试。喏，专门买来给他的。不过现在既然没缘分，那也怪不得我了。这个丝巾是他的。这个丝巾是他的。这是我买的，你看你3年不回家，我爱戴什么你都不清楚。晨晨啊，明天就是我的寿宴了，你小子可别安排别的工作了。放心吧，爷爷。正好利用这个机会，你和薇薇的身份正好公布向大家。你开心就好。兄弟，我国外的项目跟得紧，赶不回来爷爷的寿宴啊。正好你把寿宴安排在我名下的新酒店里，所有消费我给你打5折，聊表缺席之礼，好吧？许大公子都这么说了，我当然接受啊。话说你见到老婆没？结婚这么久了，还没带我见见嫂子。明天爷爷的寿宴上就能见到了。等你回来，我们一起吃饭。好嘞。身材这么好，这位小姐看着有点面生啊，是不是第一次来？要不要跟我一起进去啊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位先生，我不是第一次来，而且我已经结婚了。哎呀，结婚了好呀，人妻最有韵味了。我与你素不相识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哎，现在不就认识了吗？在下是武明集团的总经理冯源。我当时哪里来的小喽啰，原来是武明集团的口。你竟敢对我这么无礼！我告诉你，我们武明集团在荆州有如今的地位，就是背靠韩家这座大山。你今天来参加韩老爷子的寿宴，不就是想勾引韩大少爷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韩老爷子会公布他的孙子跟孙媳妇，所以你没有机会了，还不如有韩家的人脉还能做垫底的垃圾，你就别硬蹭了。你竟敢得罪我！你信不信我让你今天进不了韩家的大门？好啊，好，摆。这不是爷爷的保镖吗？我是武明集团的冯然，这个女人在这破坏秩序，把她给我赶出去！混账！我要你把她赶出去，你竟敢踢我！可能是怕冯总久站不便，跪着更舒服吧。韩总，这徐少的酒店真不错呀！刚刚看到韩老爷笑得可开心了。爷爷开心就好。主威，你也来参加韩老爷子的寿宴？我来找我老公。果然，论功的男人，没人能比得过你。西威集团就是靠你睡别男人睡出来的吧？程昭昭，你这张嘴还是跟以前一样可恶。但是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敢胡说，小心进去踩缝纫机。你，同学里谁不知道，你当年是为了钱嫁给你老公，结果你老公去了躲你，连夜出，甚至连结婚证都是代领的，他怎么可能会出现在今天的寿宴？就是，都是人妻了，还穿得这么薄，给谁看呢？哟，这不是冯总吗？腿脚归利索了。然哥哥，你怎么了呀？人家好心疼呀。
还说我勾引男人，真是贼喊捉贼。还不是他害了我，老子长这么大还没受过女人的气呢。昭昭，我们一起把他扔出去。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说话了？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说话？你是谁呀？我的身份，你们不配知道。吹牛也打下草稿吧？什么叫不配知道？我看你是不敢让我们知道吧？你想说什么？看你这姿色就知道是干嘛的呀？不就是他点的小男模吗？程昭昭，你脑子里怎么就只有那些龌龊的事儿啊？我说错了吗，老同学？你一边勾引着男模，一边勾引着我的然哥哥，难怪老公不要你呢。就你这破戏，谁看出来？你的然哥哥，我建议你搞清楚了再说吧。他不知道是多少人的哥哥呢。你，程昭昭，小心得病。你说什么呢？然哥哥，你竟敢欺负我的昭昭！罚你今晚好好伺候我。给他道歉！凭什么？老子从小到大就没给女人道过歉！那你就跪在他面前，好好的忏悔。你放开我！等我爸倒了，你就死定了！原来只是个会哭爹喊娘的怂货。行，今天我就来替你爸好好教训你。住手！爸，冯振华，你认识我吗？无名集团的董事吗？原来这就是你儿子，两父子一个样，都是这个德行。哪来的黄毛小子，敢这么横？信不信我上报韩大少爷？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就是，别不知好歹啊！我们跟韩大少爷关系可是很好的。韩大少爷本人知道这件事吗？当然知道。那巧了，我跟韩少爷也有交情，不如咱们都给韩少爷打个电话吧，看看最后谁把谁干死，怎么样？没必要吧，咱俩也不熟，你没必要为了我冒着被赶出宴会的风险。反正在你嘴里，我就一渣男，被赶走就被赶走。我就骂了你一句渣男嘛，这么记仇吗？你们就等着去死吧！来几个保安，给我把他们拖出去！静候佳音。怎么不打？我用你们叫来的人就行了。切，你还真是随口就来。怕吗？我的地盘不怕。不愧是叱咤荆州商界的女强人，真是什么话都敢说。既然是爷爷的寿宴，那就是我的主场了。都数到临头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笑，多笑笑，一会儿就笑不出来了。等会儿可别哭着求我啊！就是你们欺负冯总和小冯总。韩少爷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这么盛大的寿宴上混进来了两个脏东西，还不赶紧带下去！你知不知道，我跟韩大少爷可是拜过把子的兄弟，你得罪我，就等于是得罪韩大少爷。现在还不明白吗？你说的韩大少爷就是我。你就装吧，
韩老爷子今天不光是办亲事寿宴，更是要公布他的宝贝孙子跟孙媳。等会韩老就要揭晓韩夫人跟韩少爷的真面目。你这个冒牌货，就等着去死吧！说完了吗？带下去。哎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他是韩少爷，难道这个人是我老公？下面有请我最亲爱的孙子和孙媳妇上台。是你？你没事吧？开灯！就是你在闹事儿，带走！你们干嘛？别碰我！大家都看到了吗？你们这对狗男女也太不要脸了！当我们真是瞎子吗？严查此事，小局的人我一个也不会放过，尤其是你。韩彻，当年在国外没撞死你，真是便宜你了。都结婚了，居然还敢在爷爷的寿宴上和别的女人拉拉扯扯，真是不知死活。这次，我绝不会让你从爷爷手里拿走我的东西。祝总，韩总，你快躺下。你还特意送我过来，真是太麻烦你了。我之前对你态度那么差，你还愿意帮我？不麻烦的。你说的韩大少爷，就是我。难道他真是我那素未谋面的老公韩晨晨？韩总，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你说你是韩大少爷？我姓韩。啊，那你怎么可以调动酒店的安保呢？关于安保问题，这个酒店恰好是我发小许愿泽的，所以……原来是这样，那他也不是我老公了。祝总，今天你的受伤我也有责任。不懂。所以我让助理准备了几份合作，聊表歉意，你可一定要收下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一点小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韩总真是实诚，第一次见人赔礼送合作的。我这不是看祝总一心扑在事业上，和别的女人不一样吗？当然了，你要是想要一些珠宝首饰的话，我也是可以送的。韩总，你真是太客气了，珠宝我不缺，而且珠宝首饰的话，你送老婆更好。原来是这样。好，我会给我老婆买珠宝的。祝总，你今天来医院，要不要给家里人打个电话？比如你老公。韩总，我送送你吧。不用，你好好躺下吧，我自己回去就行了。我还要回去和我老婆团聚呢，你先好好休息吧。时时刻刻都想着自己老婆，真是好男人。我也给他打个电话吧。喂，阿莫，好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你怎么样了？爸，你不是在老家吗？怎么来荆州了？嗨，我不是想跟着过来参加韩老爷子的寿宴吗？唉，这么多年也多亏了韩家，你妈妈的病啊才得以救治。但是我没想到，我一下车就听到你受伤的消息，我就赶紧过来了。
连远在老家的爸爸都会第一时间来看我。韩晨晨，你真是好狠的心。我已经没事了。啊，那就好。哎，谁送你来医院的？你老公呢？你别提他了，他一直就没有出现过。我给他打电话也打不通。那个该死的臭小子，当初啊，他就抛下你，3年不和你来往。到这个点了，他还不露个面，他把我们周家人当什么了？爸，没事儿的。韩家除了他，其他人对我都很好。我们要学会感恩。我的好闺女啊，委屈你了。反正你妈妈现在病已经好了，她如果再对你这样，你就找个机会跟她离婚吧。我们家微微现在条件这么好，她不懂得珍惜，就让她趁早滚蛋。我有分寸的，爸。本台消息，首富韩氏集团韩家大少爷在宴会上公然出轨。原来他心里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怎么了，微微？这太过分了！现在就给人打电话，叫他问清楚。新闻是个误会，他只是我的一个合作伙伴。明天下午5点，江边落日餐厅的9号桌，我们详谈。既然他还知道主动跟你解释，那你就好好向他问清楚。要不要爸爸明天过来陪你啊？不用的，爸，我自己可以解决。不行，如果这小子再让你受半点委屈，咱们就离婚。韩总，查清楚了，绯闻是韩晨放出来的。我这个好堂弟，为了爷爷的财产，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拿掉他手上的项目，让他知道，跟我斗，他还太嫩了。是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9号桌已经被预定了，你要不换一桌吧？老子就要坐在这儿！老子是荆州首富韩氏集团的韩少爷，有事情叫那个客人滚！哎呀，没事的，陈哥哥，你不是说韩老爷子最疼你这个孙子了吗？你去跟他求求情、撒撒娇不就好了吗？哦，怎么求情？怎么撒娇？你示范一下。讨厌，陈哥哥，你这样你老婆会知道的。我是怕老婆的人吗？叫我韩少爷。不要，韩少爷是别人叫的，我们这么亲密，我当然要叫你陈哥哥啦。韩少爷，陈哥哥，韩晨晨居然是这样的人，我当然要叫你陈哥哥啦。你好骚啊！还有更骚的呢，陈哥哥，你想看吗？我订好房了，我们走。渣男，离婚！谁呀？试试，把你的狗眼好好看看，当着我的面找小三偷情，要不要脸啊？陈哥哥，这是你的老婆吗？怎么像个母老虎呀？人家好害怕呀！什么老婆？哪来的疯子敢打你老子？是你，大庭广众之下对女人动手，你还是男人吗你？你管老子？还真是冤家路窄啊！原来他就是我，他怎么会给我找这样的女人？简直让人恶心！我可真是小看你，居然当众搞婚外情。那这个贱女人又是谁？这么护着她？关你什么事？她是我的女伴，她是我的女伴。她打掉了我的眼镜，是吗？她为民除害，伸张正义而已，打得好。陈哥哥，
这不会就是你的堂哥韩彻吧？是啊，怎么了？真的好帅呀！你也敢忤逆我？韩总，谢谢你。刚才那位，你怎么知道他在搞婚外恋？他们就是故意做给我看的，那是我堂弟。怪不得，都姓韩，这差别怎么这么大呢？你说什么？啊，没事儿，我叫阿木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先走了。好。不可能！我自己的儿媳妇，我了解，薇薇不是这样的人。妈，我都亲眼看见了，还能有假？他约我在9号桌见面，根本就是故意想给我看一出他和奸夫偷情的戏码。别胡说，薇薇是个好女孩。他都这样了，您还在维护他？你们知道他出轨谁了吗？韩晨。什么混账！这就派人把韩晨放回来。既然敢把主意打到薇薇身上，爷，您消消气。反正这个婚我是离定了。别意气用事，我给薇薇打个电话，问清楚再说。好，打就打，就怕他敢做不敢认。喂，薇薇，你还好吗？是不是喝多了？有什么事儿跟妈说，别喝伤了身体啊。喂，薇薇，喂。亲家母啊，是我。今天我儿子说呀，看到他兄弟和薇薇在一起，我想这应该是误会吧。是你？你儿子还恶人先告状是吧？薇薇一回家就在买醉，他勤勤恳恳服侍你们韩家3年，就算是块木头也该捂热了。你的好儿子竟然这么对他，寿宴上闹出出轨，约他见面，他居然跟别的女人搂搂抱抱。亲家母啊，我祝家的女儿是有福之女，就不该踏进你韩家这无福之门。你别说话太难听了。我怎么难听啊？有本事他韩少爷让我说点好听的。行，岳父大人，您怎么骂我都可以，但是我跟您说，这个婚我是离定了。离就离，薇薇早就想跟你离了。你怎么能替薇薇做这样的决定？她有说过这样的话吗？再说了，亲家母没做过对不起我们的事，你刚刚说话太冲了。我的女儿我还不了解啊，她就是看在亲家母人好面善，那小子对她再不好再渣，她也忍气吞声。这婚姻不是跟她婆婆过，也不是跟韩家过，是跟那小子过。那小子对她不好，那韩家人对她再好，那有什么用啊？你说的对，都怪我这破孙子，害得薇薇在韩家受尽了委屈。怪我没本事，治不了你的病。唉，没事了，现在好了，你的病也完全好了，女儿的公司也越来越大了。那小子不珍惜薇薇，多的是人，好好待他。爸妈，是我不懂事，害你们操心了。你干什么呀？你这不是说气话吗？妈，我是认真的，不幸福的婚姻
在一起就是互相折磨，早断早好。明天上午10点，来民政局办离婚。韩晨晨，我们到此为止了。他怎么在这儿？难道也是来离婚？韩总，这是结婚证，我刚从韩家老宅拿到的。韩总，你真的确定要离婚吗？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吧？夫人一直对韩家很好的，不过是用这些掩盖他偷情的事实罢了。祝总，没想到会在这儿碰到你，你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。韩总，我在等我老公。我也在等我老婆。这么巧吗？韩总今天也来办离婚？好奇怪，他不是一向和老婆关系很好吗？怎么会？之前还跟我炫耀结婚来着，看起来应该夫妻关系挺不错，怎么会转眼就离婚呢？韩彻，韩彻，那不就是我老公？奇怪，韩彻和照片上长得不一样，眼前这个更帅气，看来不是同一个人。也是啊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这是我之前跟你提到过的，我的发小许元泽。你好，这位是嫂子？啊，不是，我是韩总的合作伙伴。好吧。我还以为你小子这么好福气呢，看来比我还是差了点啊！你怎么会来这儿？老实交代。其实是伯母让我来叫你回去。妈，为什么？你最近是不是在和嫂子闹离婚啊？伯母让我来劝劝你。我意已决，不必多言。真的不能再商量一下？还有什么可商量的？我可是亲眼看见他和别的男人在我的面前搂搂抱抱。啊，这么严重？原来韩总的老婆也出轨了。真是同病相怜。你们先聊。他也是来离婚的？是。真是可惜，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狗男人？哎，你这眼神都要拉丝了。反正你也要离婚了，他也要离婚了，要不你俩……瞎说什么呢？哎，我是说真的，他跟你真的很般配啊。别废话了。待会儿见到你嫂子，给我把嘴巴闭紧。嫂子真出轨了，我还听爷爷和伯母还一直夸她来着。你会不会是认错人了？不可能认错。而且，你知道是和谁吗？和谁？韩晨。啊！韩晨这一路做坏事的王八蛋，竟敢把主意打到嫂子身上。韩彻，要不你原谅嫂子吧？也许她只是犯了一个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，没准还是韩晨勾引她的。滚！喂，妈，什么？可是……好，我马上回来。爷爷病倒了啊！阿莫，把今天离婚的事宜交给我的律师处理。是，韩总。我先回家看爷爷。同样是叫韩彻，韩总这样的好男人，老婆居然也会跟他闹离婚，真是不懂得珍惜。我到底在期待什么啊？韩大少爷是忘了今天办离婚吗？妈，晨晨，小泽，你们来了。爷爷怎么样了？爷爷为了给你的婚姻抱不平，把韩晨叫过来教训了一顿。这个没良心的和爷爷大吵了一架，把爷爷气得病倒了。韩晨晨，你待会儿进去，可千万不能再惹爷爷生气了。那个女人呢？
他不是一向最关心爷爷吗？他怎么没来？我没告诉他，是咱们韩家对不起他，不想再让他担心了。哎呀，韩彻，都这时候了，你就别怪你老婆了。小泽说的对，先稳住你爷爷的病情才是最重要的。爷爷，怎么样了？晨晨来了，晨晨，可以不和微微离婚吗？爷爷没有多少日子了，只想看到你们和好。反正今天也没有见到那个女人。为了爷爷的病，离婚还是暂缓吧。好。晨晨是个乖孩子。您好，这位小姐，我是韩先生的离婚律师。韩先生因事暂缓离婚，希望您这边配合一下。之后的离婚流程全程与我对接，补偿双倍。韩彻到底把我当什么了？离婚是他提的，现在又见不到人，还要暂缓。芊芊，你怎么还没下班？祝总，我在处理目光集团韩总送来的一些合作，您需要过目吗？不用了，他还只是送个人情。你看着办就好，交给你我放心。祝总，刚刚皇氏加尔奶粉的项目下来了。真的吗？是的，这可是蝉联了20年奶粉品牌全球第1的产品。河南皇氏那边还委托代理人来荆州，要是拿下这个项目，我们就可以拓宽资金链了。太好了，招商会什么时候？明天下午3点。但是什么？皇氏加尔一直延续着家庭与爱的品牌精神，代理人指定了只允许夫妻参加，如果不是夫妻，没有参会资格。这不是把很多人的路都给堵死了吗？堵死的更好，咱们竞争对手就更少了。再说了，祝总，您不是可以和您老公一起参加吗？是啊。好。我答应你暂缓离婚，双倍补偿不需要，我也不缺钱，你只需要陪同我参加一场商会就好。祝总，商会就要开始了，你老公还是没有回复吗？没有，再等等，我们见机行事。他也是为了商会而来，看来这次我多了个敬礼。怎么了吗？晨晨，你私人手机落家里啦？没事儿，那个手机里只有他，我现在在忙工作。好，那你安心工作。那个韩总，这次商会需要夫妻才能有资格参会，你要不要还是跟夫人联系一下吧？你怎么不早说？我这个手机是工作号，没他号码。那我也不知道你会没带手机呀。算了，荆州还没有我韩彻去不了的地方，先下车。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本次商会只允许夫妻参加，您的夫人不在场，不符合入场要求。不能通融一下吗？我的夫人允许的事儿。不可以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我就是他老婆。祝总急中生智，韩某佩服。韩总别谦虚，你刚刚的临场反应也很快。不过老实说，我也是等了我老公好久，才出此下策。我明白，有祝总在，今天的项目是胜券在握了。别高兴太早，这个项目多少人都在虎视眈眈呢。先提前说好啊，合作成功后咱们5-5分。好。呀，原来是那个给老公守了3年活寡的祝薇呀！哎，这不是你包养的小嫩模吗？程昭昭，你又在这发什么神经？你们2个是混进来的吧？祝薇，
你为了混进招商会，还真是不择手段，怕不是给这个小白脸睡爽？你胡说什么？这里怎么什么人都能混进来？对我老婆放尊重一点。老婆？你们看什么看啊？别觊觎我老公啊！我又没瞎。诸位，你清高什么？你不就是寂寞难耐，找了这个男的消遣吗？你们又不是真夫妻。我们不是真夫妻，难道你们是？就知道你会这么问。我们当然是啊，结婚证我们都有呢。结婚证我们都有呢。想不到吧？老娘逢人闪婚了，只要拿下皇室佳儿，再甩开他，岂不是易如反掌？你这样的小白脸，我能包养一车。哼，只要拿下皇室佳儿，再和陈昭昭离婚，多的是女人爬上我床，到时候诸位都成为安念。今天开商会，你们昨天领证，明天是不是就要一胎8个娃了？恭喜，建议锁死，可别再离婚霍霍人了啊！你管得着吗？我们结婚不关你的事，你们是不是夫妻也不关我们的事。哼，现在还有脸跟我耗？你不知道，这次商会是荷兰皇室亲自抛出的橄榄枝。荷兰皇室何等足，要是拿下了，就是垄断了整个荆州的市场。就凭你们这对假夫妻，还有脸跟我们针锋相对？你们啊，就等着被代理人扫地出门吧！这么狂妄，怎么？你们是有十足的把握吗？当然。哦，忘记告诉你，代理人啊是我的远房表亲，他早就把项目内定给我，以后武明集团和皇室佳儿品牌就是家族联盟的产业。皇室佳儿是连续20年全球第1的王炸品牌，代理人要都像你这么蠢，这全球第1怕就草拱手让人了。你们这对假夫妻有什么资格对我们指指点点？要不这样吧，你们现在跪下，给我们磕10个响头，我可以考虑分一杯羹给你。好，那要是这个项目被我们拿下了呢？嘿嘿嘿嘿，哎，有我和昭昭在，你们想都别想。我是说，要是被我们拿下了，那我们就给你跪下磕10个响头。好，成交。你跟他们打这种赌干什么？放心，我在国外3年，可不是白待的。他也在国外待了3年，难道荷兰皇室我熟？就说嘛，哪有这么巧的？我老公怎么会和荷兰皇室有联系？那就靠韩总了。各位，我是皇室佳儿奶粉荆州代理人威廉亚历山大王子，请各位移步贵宾厅。各位，本次皇室佳儿奶粉荆州招标会，我作为荆州代理人，已代表威廉小王子仔细调研过几位给出的条件，综上一切考虑，最终决定选择目光集团韩彻。凭什么？奶粉产品为儿童服务，荷兰皇室威廉小王子亲自指定韩彻，他人智慧。小王子，这个叔叔怎么这么猥琐？不理他。韩哥哥，姐姐，小王子，长这么大了，这个是你刚交的好朋友吗？对呀。一个屁大的小孩就能决定2国的合作？哼！韩总不仅与威廉小王子关系亲密，与整个荷兰皇室也是非常相熟。威廉小王子的决定也是荷兰皇室的决定，你是在质疑荷兰皇室的权威吗？不是，我没有。韩总资产雄厚，招标文件比预期盈利多出3个百分点，不选他，难道选你一个濒临破产的夕阳产业吗？代理人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
我是冯然呐，你的远房表亲啊！闭嘴！合作面前，任贤为亲，利益至上。骗子，跟我说代理人是你亲戚，人家认识你。来人，把他们带下去。走！你们不能动我，就算你不把合作给我，也绝对不能把合作给他们。没错，今天的招商会只有夫妻才能参加，而他们根本就不是夫妻。这个贱人是有老公的，只不过结婚当天抛弃他出国了。你们可不要被他这副嘴脸给骗了。他在宴会上公然和这个男的偷情，他们假扮夫妻就是为了拿下这次的合作。没错，小王子，你可不能被这种坏叔叔、坏阿姨给骗，小心他们在你的奶粉里下毒。起来回家。代理人，你可要好好做好背调啊，千万不要把这次合作给到他们两个。真不要脸！安泰衡阳与孙春贵不是仇视，应该不会动摇合作吧？可他们是假夫妻啊，欺骗皇室的像傻头啊！你说的对，一对奸夫淫妇还想招摇撞骗，几个头都不够你们看。滚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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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各位肃静！韩总，你们真的是假的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抱歉，我不能把这次合作给你。代理人，这件事儿我可以解释，除非你能证明你们是真夫妻，否则我将撤回此次合作。还证明什么？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看见没？这才是真夫妻，你们有吗？他说的没错，韩总，你的结婚证呢？我出门太急了，没有带。稍等一下，我叫助理去取。阿莫，韩总，我们拿结婚证也没用啊，你老婆又不是祝总，拿来不就露馅了吗？笨，去造一个呀！韩总啊，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这点时间我上哪造一个啊？你好啦，没有就是没有。韩总，你别为难打工人了，我看你们还是赶紧滚出去吧。来人，把他们俩带出去！慢着，谁说我们没有？还好我老公和韩总同名，这下刚好用上。看来祝总早有准备。这就是结婚证。没错，没想到我没有带，我夫人却带了。诸位，你这是从哪里弄的假证？想用封面就蒙骗过关吗？你尽管打开就是。他说的没错，请打开看看。这伪造的也太像了吧？不对，这明明是我3年前的照片，难道这结婚证是真的？你怎么会有我3年前的照片？哥哥姐姐是夫妻。对啊，我们就是夫妻。韩总，您叫我送给朱总的合作里有您之前的照片资料。原来如此，还以为是真的结婚证呢。不过他居然能提前想到办好假结婚证这一层，真是厉害。你刚刚要问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程昭昭，想不到吧？我老公和韩彻同名同姓，还好我聪明。程昭昭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这怎么可能？不，这根本就不是韩彻，你是假的，你和结婚证上长得不一样。祝薇，你还说没拿假证糊弄？可恶！你们是在把我们当傻子耍吗？完了，忘记他俩长相不一样了。各位，我之前在国外出了车祸，毁了容，做了医美。你连这种理由都想得到，韩总果然机智。程昭昭，没话说了吧？代理人，既然我们已经证明了是真夫妻，是不是应该把煽动是非的人赶出去？没错，
于情于理都应该把合作给你们。至于二位，还需要我亲自赶你们出去吗？代理人，就算你不给我们合作，那我是你的亲戚，你是不是也应该分一杯羹给我？恬不知耻！来人，把他们俩赶出去！以后荷兰皇室的合作，不想再看到他们两个人。抱歉，韩总、朱总，事关两国合作，我必须调查清楚刚才多有得罪。没事，合作愉快。做戏做全套，真累啊。没有啊，我看韩总刚刚反应很快嘛，连整容都想出来了。你是怎么想到的？喂，晨晨，忙完了吗？外婆今天生病了，想看看你。很严重吗？老人家身体不好，闹毛病，不就是想看看你们孩子好吗？我已经叫了薇薇也一起来，你们好好跟外婆说啊。好。祝总，我有事要回家一趟，我让助理送你。这么急，又是跟他老婆有关吗？也是，他老婆今天都没来招商会，他应该急着回去跟他见面。阿莫，我要回趟老宅，你送祝总回家。好。祝总，你要去哪儿？我送你。薇薇，今天外婆想见见你和晨晨，你可以来月宁官邸一趟吗？妈没有对不起我应该要去看看外婆。去月宁官邸。祝总和韩总的外婆居然住在同一个小区，早知道这么顺路，还要我来送干嘛？我要不叫韩总一起走吧？韩总人呢？去哪了？怎么还不走？啊，走，这就走。算了，韩总说啥就是啥。就算要跟韩彻离婚了，但毕竟是去见外婆，要不还是先回家打扮一下吧，也隆重点。慢着，还是先送我去碧兰园吧。好。妈，外婆明明没生病，为什么连和那个女人一起骗我？切，外婆这不想看看你们吗？好，我来了。那他人呢？还不是你伤害人家在先，你俩现在这样，顶多算扯平了。妈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如果不是因为外婆和爷爷，我早就跟他离婚了。哎，你这个臭小子，这话被你外婆听到，她该伤心了。她今天没见到薇薇，心情不好，我得留下来陪陪她。好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你好好休息。好。走了，妈。好。哎，这个家没我还真得散。妈，薇薇，你来啦！今天好漂亮啊！你说外婆想见我，我就回去打扮了一下。我还以为你生我们的气不再来了呢。晨晨前脚刚走。祝总，您和韩少爷的离婚事宜，我们明天聊一下具体细则。我给他打电话，把他叫回来。都要离婚了，也没必要见了。不用，妈，他刚刚跟我解释过了。你们不闹别扭啦？前些日子不是还闹着离婚来着？难道我的撮合起作用了？
我们去看外婆吧。哎，好好好。韩总，我已经见到您的夫人了，正在跟她谈离婚的条件。联系祝总，说我们皇室家尔55分的合同已经拟好了，和他约个地方见面。好的，韩总。把离婚谈妥，也许我跟祝总……爸，他未必有意，我还是不要痴心妄想了。韩总，祝总说他在处理私事，你可以直接去翡翠餐厅见面，他就在那等你。祝小姐，那就说好，韩少爷打算暂缓离婚，月底再和您签订协议。您可以在原有的财产分配基础上，额外获得10套房子作为补偿。行。这段婚姻终究还是要走到尽头了。阿莫，可以叫你家总裁过来。祝总，怎么约在这里见面？刚处理完一点私事。这是我们皇室家尔55分的合同，你过目一下。韩总办事效率倒是很快。祝总过奖，你的效率可不在我之下。怎么了，祝总？昨晚没睡好？昨晚陪家人去了，刚刚又处理了一点私事，见笑了，抱歉。没事儿。难道又是她老公？可是上次在民政局，她也办离婚，后面的招商会也没见她老公出席，感情真的好吗？韩总，韩总。啊？合同我看完了，没有问题，已经签好了。好。祝总的字，还挺好看。过奖了，韩总。不过月底的那场新品发布会，我应该是去不了了。是有什么事吗？这个项目是我们一起拿下的，理应是我们共同出席最好。月底我要办离婚。他也月底离婚。韩总，你说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经营好一段婚姻？其实我的婚姻也不算经营得很好。我承认，我当初嫁给他是有求于他，可是这3年来，我一直努力做好一个妻子的角色，可始终捂不热他的心。前段时间，我还亲眼看见了他出轨。这种渣男，你应该庆幸要离开他了。有你这么好的老婆，还不懂得珍惜。要是我，你应该很喜欢你的老婆吧？实不相瞒，我前段时间也看到他出轨。怪不得之前看到你去民政局离婚，原来我们是同命相连啊！是啊，索性我也要和他离婚了，终于可以脱离苦海。那祝我们解放成功。好。陈厂长，沏壶茶你都不喝，老子娶你干什么？你还有脸说我呢？你上次在招商大会大放厥词，结果呢？荷兰皇室都把我们革除在外了。老公，你放心好，我都打点好了。我找了薛总的关系，他可是西威集团的副总，祝威的亲信。月底，韩彻和祝威要召开针对荆州本土研发的奶粉新品发布会，代理人不会再来，我们可以依靠薛总的关系混进去。祝威的亲信你也敢信？你混进去丢人现眼吗？当然不是，那薛强早就想自己开公司单干了，只是祝威一直压着他，他可一肚子怨气。我们只需要在他们的新品里加点料，到时候薛强揭发，我们举证，舆论一闹，就能将这个项目抢过来。你们女人真是头发长见识短，代理人都亲自给他们签合同啊，拿什么换？全球第一的奶粉品牌，要是因为喝了新品而毒死了小孩，难道代理人还会转到给他们吗？
到时候别说起来，还要跪着给我呢。陈昭昭，没想到你的心这么狠毒啊！老公，我哪里狠了？这不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努力吗？朱总，不好了！新产品在加工时，明明原材料河南新奶供应不足，但产出数量却一直没有断过。谁在负责？是副总薛强。果然是他，拿掉他的权利，不要让他再碰新品的项目跟进。另外，新品暂时不要上市，全部压在工厂。那我们会损失一笔很大的成本费啊！我缺钱吗？除蛀虫不下本，怎么能连根拔起？薛总他要玩，我就陪他玩个大的。要告诉韩总吗？暂时不用。对外大肆放出新品已经上线的消息，发布会也照常召开，场地和媒体就交给薛强去做，把他给逼急了，他会在发布会上造假新闻，咬我一口。您不是月底要离婚？这么大的事，您不出席吗？我出不出席都不重要，只要把证据收集好了，我会在发布会结束之后把它一锅端。薛强最好祈祷我不要出现，不然他会死得更快。那韩总那边他一个人能应付吗？这个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，韩总那边我会去解释的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在发布会召开之前收集好薛强的所有证据。薛强跟了我这么久，凭他一己之力，肯定不敢跟我对着干，一定是有人在后面撺掇他。怎么还不来啊？各位稍安勿躁，怎么回事？韩总，项目是您和朱总一起拿下的，所以需要夫妻一起出席发布会。那他人呢？韩总，朱总他在办离婚，还不赶紧去联系他？好。各位稍等。都到今天了，他还是不愿意出面是吗？抱歉，朱总，今天韩少爷有重要的工作，抽不开身。我祝威是他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物品吗？他有少爷脾气，我还有总裁架子呢。朱总，求求您了，离婚可以暂缓吗？新品发布会真的需要您。好，我马上到。告诉你那日理万机的韩大少爷，我祝威同样抽不开身。离婚协议见到他本人我再签。哎呦，这可真是为难我一个打工人啊！各位稍等，怎么还没联系呢？朱总说他……韩总，你是？在下西威集团副总薛强。你们祝总呢？副总自然会来，这么重要的发布会，精彩不容错过。祝总大驾光临，对本次夫妻共同研发的新品一定有很多见解。祝总聊聊和韩总的创作心得吧。夫妻关系也可以展开说说哦。这群记者变得也太快了，不像新闻记者，倒像娱乐八卦记者。我也觉得有蹊跷。媒体是你联系的吗？不是我，韩总，您忘了，朱总之前因为要办离婚，
提前跟您说了，可能会缺席发布会，所以为了弥补，把场地和媒体都给您安排好了。祝总办事一向靠谱，这些人像是被安排的，难道？请韩总、祝总正面回应新品的质量问题。韩总和祝总是不把别人家孩子两的位作为命当命吗？夫妻，以后也会有自己的小孩，不怕自己的孩子遭报应吗？杜威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薛强，你总算是露出你的狐狸尾巴了。各位，祝总刚刚才到，你们有什么不满，尽管对我发泄，不要为难他。这些新闻的真实性也有待调查。他竟然无条件相信我。铁证如山，有什么可招架的？祝威，这些就是你和韩彻做出毒奶粉、残害小孩的证据。韩彻，诸位，你们俩害了多少家庭，家破人亡？呵呵，诸位，我早就知道，你一个女人能爬上西维集团总裁的高位，是用了无数阿杂手段。这总裁之位，你根本就不配。我不配？难道你一个蛇鼠之辈配？你就狡辩吧！我今天要是不把你们这对奸夫淫妇送进局子，我就不姓薛，我就不叫强。你给我闭嘴！薛强，你以为我拿掉你的权利只是看不惯你吗？你以为我还会按照你的安排上新新品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没有上线新品？那只是我对外放出的假消息。你不知道，风浪越大，鱼越贵。祝总，该收网了。我们的新品从始至终都没有上线过一份，所谓的那些毒奶粉根本就是空穴来风。薛总，你在明知道原材料河南鲜奶供应不足的情况下，往鲜奶里兑水，导致全是稀释奶，营养成分无法通过质检，你就吩咐底下人在加工时往里加入大量3聚氰胺，目的就是为嫁祸给祝总。我没有，你胡说！3聚氰胺可是化工原料，人体不能食用。就你的这个脑子，根本想不到这层。谁给你的胆子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儿？我没猜错的话，是你们吧？不是，我别在这疯狗忽悠了，看得我头疼。我已经报警，警察马上就到。警察？你们放开我！不是我！还有你们，歪曲事实，捏造新闻，就等着收我目光集团的律师函吧。抱歉，韩总，这件事情没有提前跟你商量，毕竟是我们集团内部出了岔子，让你见笑了。没关系，不过祝总的魄力，我又见识到了。祝总，不好了，我们工厂因为积压他的半成品，已经亏损上千万了，造成巨大资金窟窿。什么？怎么会亏这么多？果然，装逼过头也是要还的。祝总，祝总，连睡着了都这么好看。韩彻，你在想什么？喂，韩少爷，您可终于接电话了。刚在开会，有事快说。夫人说，如果您不来亲自见她不会签的，还把戒指都扔给我了。这个女人
真是得寸进尺。他人现在在哪儿？我立马去找他签。他说他也有事离开了，我打个电话问问吧。他的律师怎么也姓刘？难道？喂，怎么这个时候没电关机？你醒了？感觉好点了吗？没事儿，就是最近太忙了，犯低血糖了。哦，对了，刚刚你手机来了通电话，我还没接呢，就关机了。谁打的？你看到了吗？好像是律师，刘律师。啊，是我的离婚律师，估计是让我签离婚协议。但是我老公到今天都不愿意见我，我就一直还没有签。原来她的老公也不想跟她见面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渣男？祝总，其实我觉得这不幸的婚姻早了断，早解脱。他无情无义在先，你也不必再挽留了。韩总，你说的对，我不应该执着于跟他见不见面。他既然这么决绝，那我就奉陪。是吧？毕竟你条件这么好，身边可是有更好的选择呢。韩总，我现在无心感情，我得补上西微集团上千万的亏损。祝总，你放心，你的亏损呢，我已经出资帮你补上了。什么？你的助理早就去办了，你啊，还是好好躺下休息吧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，韩总，我都没有让你知道我的计划，你还愿意帮我？我知道你是打算走一步险棋，不想连累我。要不是多亏了你及时阻断新品的上线，这发布会上闹笑话的就是咱们俩了。我这不是帮你收拾烂摊子，是在做我分内的事儿。我真是没有看错人。什么？你就是我的富贵星。我猜你也想靠近吧，直到你睫毛轻刷着我脸颊，直到我低头就闻到你。我遇上了我的富贵星。你着凉了，没事吧？没，我有点热，开个窗户吧。我跟律师谈好了，你送我去暖调咖啡厅吧。今晚我就要把这个离婚协议签了。Yes， 接下来只要我那个老婆把离婚协议签了，我就有机会追祝总了。原来这就是自由的感觉啊！不行，我待会儿也要去见那个女人，今晚怎么说也要把这个离婚协议给签了。好。怎么感觉你这么开心啊？啊，今天天气还不错，当然开心了。麻烦你了，韩总。没事，不麻烦，去吧。卡住了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喂，晨晨啊，今天你和薇薇能回来吃一顿团圆饭吗？爷爷和外婆都想要看看你们，回国这么久了，你俩每次不是这个迟到，就是那个慢来，今天能同框一次，能满足我们的小心愿吗？可我今天必须要离婚。也好，吃完团圆饭之后再离吧。可以的嘛，不过你一定要跟那个女人交代，今天晚上务必过来。
肯定的，肯定的。你们没到齐啊，我们就不开餐。好，这场假装恩爱的戏吧，可算是要谢幕了。韩少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跟夫人签离婚协议啊。上车说。奇怪，这副驾驶怎么感觉和夫人喷的香水一个味道？韩少爷，你今天见到了夫人吗？废话，我要是见到了，要你来干嘛？啊，也是。不过夫人已经签好了。签好了？她刚刚也在这里？是的，这是她留给你的戒指，说任凭处置。这戒指怎么跟祝总手上戴的那么像？还骗我是全球仅此一对的真爱戒指，我看是搞批发的吧。几百万的定制戒指说认就认，你不要给我啊？文件呢？给我看看。啊，我还挺好奇呢。夫人之前百般推辞，不见到你誓不签字，今天居然爽快到10秒就签完了。我从没上过这么轻松的班，10秒就下班了。韩少爷，你说他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高人指点？什么高人？不过是着急和他的奸夫厮守罢了。这是祝薇？难道祝薇真的是我老婆？韩少爷，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你老婆本来就叫祝薇。不行，我得打个电话确认一下。私人手机没带在身边，你赶紧给夫人打个电话，我来跟她说。哦，好。喂，薇薇，今晚外婆和爷爷想叫你和晨晨来家里吃一顿团圆饭，你有时间吗？好，我马上到。刚签完离婚协议，就接到了团圆饭通知。也好，吃完这顿饭就彻底和韩家告别了。芊芊，派车来暖调咖啡屋接我去韩家。是，祝总。什么嘛！果然在车上充了电，用不了多久。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他手机关机了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回家确认一下，万一他就是和我吃团圆饭的人呢？下车。韩少爷，你就这样抛下我了？什么？晨晨出车祸了！哎呀，赶紧！阿莫，怎么回事？程程呢？韩总不小心撞上了栏杆，我赶去的时候，车怎么了？车头掀翻了。那晨晨岂不是？是啊，医生说韩总再晚点来医院，这伤口都要愈合了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你们搞得这么紧张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我的晨晨呢。这不是阿莫非要弄得神经兮兮的。韩总，这可不能怪我啊！您当年在国外不也经历了一场吗？为此还脸部受伤整了容。国外怎么了？没什么，阿莫他乱说的。放心好了，我真没事儿，就是可怜了我的车彻底报废了。我当是什么呢？一辆车而已，家里还有好多，玛莎拉蒂还是劳斯莱斯，随便选，不喜欢再买。有钱就是任性啊！没事就好啊，不然啊，差点又耽搁了与薇薇的见面。程程没事，我们就回去吃团圆饭吧。薇薇肯定等急了。他呢？他怎么没跟你们一起来？哎呦，薇薇电话打不通，我也急呀。这么巧，是手机关机了吗？对呀。不会吧？
难道朱威真的是？你个臭小子，发什么愣呢？老婆联系不上，还这么悠闲？不是妈，我也着急呢。阿莫，我车报废了，把你的车给我。好。韩车，你没事吧？我要是有事儿啊，就你这个速度，我早就没了。我刚接到通知就从酒吧赶过来了，看你也没事儿，还有心思怼我。严泽儿，你也来了。林阿姨、韩爷爷、外婆，你们好。走吧，严泽，一起啊，回家吃团圆饭。好，终于可以见到嫂子了。叶芊芊也真是的，来送我也不知道带个充电宝。这韩家是不是没人啊？微微，嗯，柱子，这不是那漂亮的吕总裁吗？韩车，她是你老婆？这还真的是微微，原来祝薇就是我老婆，一直都是。下车了，韩晨晨，刚刚不是很急吗？那个妈，您就先回去吧，我这来了个电话，接完就来啊，这次可不许跑。哎，阿莫、严泽，下来。妈，他们也有事儿。对，5分钟，再不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好。韩车，你突然抽什么风啊？到家了不下车，你看到老婆你慌了？叫嫂子。嫂子，还真是。那你还想着跟他离婚？祝总怎么看也不像是会出轨的。是我搞错了，连自己老婆都不认识。韩车，我真够笑你1年的。那现在怎么样？没离成功吧？这个有点难说。不会吧？这么好的老婆亲手推出去，快帮我想办法。这还用叫？追啊，继续追回来。怎么追啊？我没有追过女孩。我错了，回头写检讨。首先，老婆在你面前了，就不能装看不见，不然你还算个男人吗？微微，韩总，祝总，真的是你？你们小两口也太客套了吧？怎么还在走来走去的？微微啊，你平时不叫程程小名的吗？就是啊，晨晨，你快叫微微啊！原来你就是韩晨晨。站在这干嘛呀？进去吃饭呀！你们俩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从进屋就怪怪的，都结婚3年了，见面还害羞起来了。是不是晨晨在国外的医美太成功了，把微微给帅倒了？救命！原来他说的整容不是借口，是真的整容了。微微，来多吃点。谢谢外婆。微微，多吃点。你出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祝总，哦不，微微，你看这事闹的，真是一场乌龙啊！韩总，我已经签了离婚协议了。什么？我没跟他们说这个事儿，是怕他们伤心。这事儿你亲自去说。我们到此为止。
这是误会，都说开了。那就好。看到你们感情这么好啊，外婆就放心啦。微微，你现在工作忙吗？还可以吧，外婆。哦，要是我能早点看到我的从外孙就好喽。是啊，韩晨晨，你跟微微要是今年能加把劲儿，我就给我的小孙女啊准备一台玛莎拉蒂作为出生礼。月清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要是小孙子就没有啦。要是个像韩晨晨这么不听话的，自然没有。要是像微微这么听话的小女孩啊，我就是买10栋江景别墅给她都嫌少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微微，微微，你真的要走吗？韩总，我们什么时候突然变得这么亲密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我可以跟你解释，我之所以这么着急离婚，一来是没见过面，认错了老婆；二来是因为我是因为喜欢你，才想赶紧离婚和你在一起的。所以，给我一个机会弥补好吗？有个机会，让我们重新开始。走开！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过来接你回家了。微微，姐姐都跟我们说了，你已经离婚了。对呀，恭喜我们家宝贝脱离了苦海。爸爸物色了好多年轻有为的小伙子，个顶个的帅。走，爸妈。哟，韩大少爷，这是干什么呀？你是听说我给微微介绍帅哥，着急了？你也不掂量掂量你自己，值得我们家微微苦等你3年吗？不是的，爸，这是个误会，我可以跟你解释。还解释什么？我看你就是狡辩。还有啊，现在不是你爸，别叫我爸。爸，你别这么说。你爸没说错，微微，以后咱们再也不用在韩家受气了。妈，其实我也没有受气。叔叔阿姨，给我一个机会弥补好吗？我们复婚吧。复婚？你结婚当年就抛下微微，又出轨，害我们微微伤心，3年不见的，他好不容易摆脱你，还想缠着他干嘛？我没有出轨，我发誓。但我确实不应该抛下微微3年。所以微微，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弥补吗？我要想想。哼，你要真在意微微的话，怎么连个戒指都没了？满口的谎言，还想哄骗我家微微第2次吗？爸，你少说点。哼，我才懒得跟他说呢。微微，让我回家。微微，喂，阿木，给我下令，全城搜找戒指。韩彻离婚了，爷爷知道吗？目前还不知道，韩大少爷不敢跟老爷子说。是吗？游戏越来越精彩。韩少，查清楚，韩大少爷的老婆就是西威集团的总裁，也就是那天在寿宴上的你。原来那天在餐厅是他。韩彻既然喜欢他，怎么会把他弄丢了呢？两人结婚3年没见过面，估计是没认出来对方，所以事情才会发展的愈发激烈。烈吗？不够烈。
您的意思是，既然爷爷还不知道他离婚了，那就让我来加把火呗。祝薇，啊？就你了。这是我们韩少爷，你可要伺候好了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芍药。像，太像了。穿这个衣服，化淡妆，明天晚上到金凤玉路303号房间，我给你送一个大帅哥。什么大帅哥呀？有你帅吗？没我帅，当然没我帅了。薇薇，你还记得他吗？顾朗朗，没错，国际知名钢琴家。你小时候天天跟我说喜欢他，跟个小跟屁虫一样的在他的身后。现在咱们终于有能力、有地位，和他相配了。爸，我只是拿他当哥哥，喜欢的也只是顾朗朗弹的钢琴曲。啊，这个工科学霸，小奶狗型的，海外留学6年，本硕博连读，现在在硅谷工作呢。高薪人才。哎，你看这个中英混血的男模特，穿衣有型，8块腹肌，追他的女孩子从这儿已经排到法国去了，家世雄厚。你看看这个。好了好了，爸妈，我现在不想听这些，什么高薪人才、家世雄厚，这些韩车不都一样有吗？你怎么还想着那小子呢？我就是打个比方，反正这里的男人都比不上他。我真不明白，那小子到底有什么好？哎，爸，你干什么呀？诸位，我跟你说清楚啊，你跟那小子已经离婚了，你就别在他身上耽误时间了。就算离婚了，我们也是生意伙伴啊，你怎么能说删就删呢？什么生意伙伴？你就是想通过这个跟他藕断丝连吧？好了好了，你少说2句吧。爸，其实之前出轨那件事儿并不是他，是我认错人了。他回国之后就一直想弥补我，但是因为我们不认识，所以就闹了很多误会。怎么，现在离了婚了，就想到要赔偿了？他都跟我说清楚了，离婚是因为喜欢上了我，又认错了老婆，所以才会这样的。切，喜欢你，就跟他一张嘴说呀，行动呢？啊，我从来没看到他有过诚意。其实我在他们家一直挺幸福的，婆婆体贴，爷爷和外婆慈祥，对我都是无微不至的关心，就像是我第2个家，我都习惯了，对吧？你也是有目共睹的。那就说好了，黄总。祝总，合作愉快。对了，这合同也签了，咱们要不去看看金风玉露的服务吧？金风玉露的服务？对呀，这边的小姐和少爷可都是高价男乐。不用了，我不需要这方面的服务。听说祝总已经离婚了，还是要享受当下呀，不然你不享受，你的前夫可不一定哦。
黄鑫，你越界了。黄总，我们祝总等我还有别的事情就不奉陪了。韩正少爷，都办妥了，朱总马上就要见到精彩的一幕了。喂，黄鑫，你人呢？不好意思啊，韩总，我这儿堵车了。再给你最后10分钟，再不出现，荆州出名。哎，好，马上到。韩彻哥哥，微微，祝总，您这个韩总离婚了，就是不方便，连黄总的合同都要2个人分开签。我爸删的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他要是真在意的话，就应该主动加回来。可能他也不知道自己被删了呢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您要不再等等，万一韩总待会就来了呢？多嘴。不过，他真的会来吗？祝总，您怎么不走了？看来爸的决定是对的，我真是傻。不，你不是微微，你不是他。是或不是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爱的不就是这张脸吗？你让开！我们微微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这婚姻啊，没得到幸福。哟，微微回来了，吓我一跳。爸，微微啊，怎么了？是不是韩彻又欺负你了？他不配。这是顾朗朗。对呀，多可惜呀！你们俩小时候玩得那么好，长大了就没联系。爸妈，我想清楚了，你们帮我约他吧。我怎么晕了？可恶，我忘记吃解药了。韩彻哥哥，你昨晚……你是谁？我是微微啊！闭嘴啊！你没有资格提他名字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仰慕你，不可以吗？不可以！快点告诉我实话，不然你知道我的手段。黄鑫，是黄鑫。韩总，我错了。
喂，阿莫，韩总，怎么了？和黄总的合同签的不顺利吗？立刻，马上，给我调取金凤玉路303的房间监控。是。还有，红信荆州出名。祝伯父联系我说你想听我的曲子，我立马就买了航班飞了回来。可是我听说你明天有演出，不会耽误吗？耽误就耽误吧，没关系，为你放弃一场演唱会，这没什么。这算是我们长大后第一次见面，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想见你？西薇集团的美女总裁盛情相约，我需要知道什么理由吗？我只负责好好陪你就够了。你知道我刚离婚吗？我想一定是那个男人伤害了你。所以你应该明白，我找你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给自己疗伤。没关系啊，我甘之如饴。你甘之如饴，并不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的交情，而是因为我背后的西薇集团吧。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小时候我家里穷，对我一般。长大后我妈妈生了重病，我被迫嫁给韩彻的时候，你已经是在国外声名显赫的大钢琴家了。有没有想过为我们家伸出援手？现在之所以能叫你回来，是因为我背后的西薇集团对你有利益帮助吧？好，既然要这么开门见山的话，那我们就谈谈成年人的恋爱吧。没有感情，只讲利益，如何？这也太恶心了！黄鑫一个小小的地产老板，怎么敢对你做这种事儿？我离婚的消息，没几个人知道吧？肯定没有啊！你不是连爷爷和伯母都瞒着了吗？那你觉得还能是谁巴不得我不好过，好去爷爷那告状？韩晨，阿木帮我查的监控马上就要出来了，想摆我一道，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不过说真的，韩彻，你要是还喜欢朱薇的话，首先得把她约出来见一面吧。他把我拉黑了。啊？不至于吧？我看他挺善解人意的呀。朱薇，微微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谁？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男朋友顾朗朗。你这么快就？是。为什么？你跟那个女人在房间里的时候，想过为什么吗？微微，你放开我！韩彻，你现在有什么立场去找他？先别急好吗？我帮你去问清楚，他一定是误会什么了。对不起，把你拉出来挡枪了。我的一场演出可是上千万，你这样折腾我，算怎么回事？你想什么补偿我都可以给你，除了和你交往。好吧，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，我看出来了，你对他还有感情。如果我跟你谈，别说感情了，就连我们的利益都不一定是纯洁的。我也不想做这个棒打鸳鸯的人。谢谢，我爸那边我会和他说清楚的。你和小时候很不一样。
祝总留步，祝总留步。你是许少爷？是我。如果你是为了他来求情的话，就放弃吧。不是，我是来跟你解释的。你那天是不是看到什么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猜的，朱总。你和韩彻之前认错了那么多次，弄了那么多乌龙，应该明白眼见不一定为实这个道理吧？虽然酒店的监控还没出来，但是我需要向你坦白一件事：韩彻是被黄鑫给害了。这个人现在已经在荆州出名了。这么蹩脚理由你也想得出来？黄鑫还有本事惹到韩彻头上，他不要命了吧？所以我们推测是他背后的韩晨撺掇的。现在还在收集证据，但我希望你不要再因为一些误会和韩彻越走越远了。他真的很喜欢你。好吧。那你告诉他，我最多给他3天时间。如果3天之内他拿不出来证据自证清白，那以后就别想再追我了。从今往后，韩氏集团的首富太子爷就是我韩晨了。哈哈哈哈！跟着我韩晨，保证你们比跟着韩彻更有前途。黄鑫这个废物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。那芍药呢？芍药得逞没有？诸位看见没有？芍药的姐她没吃，她也晕过去了。爷爷，我要跟你说件好消息，你最疼爱的好孙子瞒着你离婚了。韩晨，我已经收集了你所有陷害我的证据。那又怎么样？爷爷，你听到了吗？韩彻他已经离婚了。晨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会和薇薇离婚呢？这件事儿，我之后会跟您解释清楚的。韩彻，你还在得意什么？你还是好好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当年在国外安排车祸害我毁容，现在挪用公款，私吞集团财产，设局陷害我，挑拨我和诸位的关系，你简直是无恶不作。韩晨，我念咱俩兄弟一场，没对你下狠手，你怎么会知道？韩晨，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心思歹毒的孙子？真是气死我了！我听到你的声音啊就烦。你跟我去非洲吧。爷爷，他都这样了，你还向着他？来人！你要干嘛？爷爷，爷爷！各位呢？我韩氏从来不养背叛者，你们被开除了。自己的老婆都认不出来，韩晨晨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？微微可从来没对不起过我们韩家。我看你啊，应该像韩晨一样，人去非洲待上几年，你才知道你这媳妇的好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已经在尽力弥补了。韩总，监控已经出来了，还有戒指也找到了。阿莫，干得漂亮！你们看，我现在就要去找薇薇解释清楚。妈，薇薇把我拉黑了，我联系不上她，要不你帮我把她约出来？你都这么伤害人家了，还要我拉下脸皮帮你哄媳妇儿？不，您帮我跟她打个电话就行，我来跟她说。好好说。好，一定。喂，
是我。3日期限已经到了，我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调查清楚了，是韩晨陷害我，我跟那个女人什么也没有发生。总而言之，再给我一个机会，见我一面好吗？总而言之，你能给我一个机会见我一面吗？我相信他一定可以给我一个解释的。微微，妈陪你一起去。好。阿姨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微微，我还是习惯你叫我妈妈。韩彻，微微，对不起，这3年我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，让你受委屈了。U 盘和戒指都在这里，我从来都没有背叛过你。那你就再给这个臭小子一次机会吧。微微，我已经错过一次我们的婚姻了，现在我才明白，你是我的命中注定。晨光熹微，陌上芊芊。你愿意再嫁给我一次？花也不换，人也不换。幸福都未被谅解 ，Where did you go？ 數數多900空路，我在每夜，只夜共想。